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生肖鸡6月运势，内含吉凶日，超详细完整解析。对于属鸡的朋友来说，2025年6月的整体运势可谓是一波三折，吉中藏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少好事悄悄降临，尤其是在偏财、贵人、人脉方面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但仔细拆解命理和流月五行的互动，就会发现这个月其实是一段盛极而转衰的关口。也就是说，前半月运势旺盛，后半月则要特别当心，若一味冲动行事，容易错失良机，甚至招来意外损耗。想要把握好6月，就要提前搞清楚哪些日子适合行动，哪些时间段要低调稳守，以及哪些方向容易出问题。先说大环境，今年为乙巳年，6月是农历4月下旬接农历5月的过渡阶段，进入干支为壬午的流月，午火为阳火，与生肖鸡的本命酉金形成金火相克的格局。属鸡者五行属金，若命局本身金重或火弱，这个月就要特别注意被火克的厉害，尤其是脾气、健康、情绪上起伏会比较大。再加上5月为阳火正盛之月，火性猛烈，热气冲顶，一不小心就会点燃潜伏的隐患，尤其是暗火扰局，比如人际上的暗箭，职场上的小人，投资上的隐藏风险。属鸡的人在这一阶段如果表现太张扬、太主动、太强势，反而容易遭到压制。不过也别太灰心，命理中讲克中有生，也就是说，有时候冲突和对抗本身就会孕育转机。如果你能借助这股火势的力量，适当调整自己的节奏和策略，就能把火克金变成炼金之火，促使自己在职场或人际中完成一次突破。尤其是对那些命中偏财兴旺、日主身强的属鸡朋友来说，这个月是积累偏财、斩获机会的好时机。比如你从事销售、外贸、中介、金融、投资这类需要动脑筋又讲人脉关系的行业，6月初至中旬很可能有客户主动找上门，或者一个过去一直没结果的项目忽然开始松动，有意向谈合作。不过千万记住，这种偏财运势是带火克金属性的，也就是说，它来得快，去得也猛。如果你贪心过头，不懂得见好就收，容易陷入风险之中。尤其是6月中下旬的几个破日阶段，比如公历6月14日、6月20日、6月26日，这几天命盘中的火金冲突极强，是标准的凶日。这段时间不适合谈判，不适合做大决定，不适合签约，也不适合去进行高风险投资。哪怕看起来一切顺利，也要记得多设几道保险。最忌讳的就是心头一热，把之前的利润全压上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而6月的吉日则主要集中在上旬和月底，像6月4日、6月9日、6月28日这几天，是命理上五行较为平衡，火势回落，金气恢复的日子。属鸡的朋友可以利用这些日子去推动一些重要的计划，比如面试、应聘、项目申请、重大沟通、客户邀约等等。这些时间段里的成功率和回应速度会比平时高很多。也就是说，你需要在吉日出手，在凶日退手，把整个月的节奏打造成攻守有序，这样才能化解掉金火交战的风险，把偏财星的能量发挥到最大。说到偏财，这个月的偏财运势其实非常有特点，
它不在于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横财机会，而在于你能不能看懂那种夹缝中生存的机遇。也就是说，大的机会不太可能轮到你头上，小的机会你却可以靠聪明才智和人脉资源争取到。比如，有熟人介绍你去做一笔短期买卖，看似利润不高，但风险小，回转快，这种就是很适合6月属鸡人去把握的偏财之道。命理上也提到，属鸡者今年流年逢太阴与病符之星临身，而6月又是火旺金弱之月，身体健康方面也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睡眠质量、消化系统都是可能出问题的部位。你可能会突然感到心慌、头晕、失眠、疲乏，或者有上火、喉咙干痛等小毛病。这些问题表面看起来不严重，但其实是身体给你的一种提醒，意味着你的节奏过快，压力过大，火气过盛而无法释放。建议这个月保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少吃辛辣，避免情绪波动大，尤其是在凶日前后，多静养，少应酬，反而能起到保命防灾的效果。人际关系方面，属鸡的人这个月也要当心表面热络，暗中拉锯的情况。你可能会发现身边某些原本关系不错的人开始对你冷淡，或者在工作上对你暗中设限。其实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太出色，太显眼了。在火金对冲的命盘中，这种锋芒外露反而会引起妒忌，所以建议在团队合作中适当低调，做得好但不必大肆张扬，让别人觉得你是可亲可信的角色，而不是咄咄逼人的对手，这样反而能赢得更多支持。总体来看，属鸡的朋友在6月是一边迎偏财，一边斗内耗的状态。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挺忙的，但结果却不像预期那样圆满。这是因为五行流月与你命格之间存在暗冲，所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稳、准、冷，要对吉凶日有所警觉，对机会的真假保持敏感，对人心的复杂多一分察觉。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这个月你确实有机会小赚一笔，拓展人脉，积累经验。但前提是你不能太冲，不能太贪，也不能太懒。如果你真想增强这个月的气场和运势，建议你在6月初找一个晴天清晨，佩戴一点水属性的饰品，比如黑曜石、青金石、蓝宝石一类的东西。这些五行属水的配饰能帮助你削弱火克金的冲击，让你头脑更清醒，情绪更稳定。如果你信风水命理，也可以在办公桌或家中西方或西北方向摆放一个小型的金属摆件，象征增强本命之金，提升稳定性。说到底，属鸡人6月的运势不是最差，也绝非轻松，是典型的内紧外松，吉中藏凶的格局。只要你能保持警觉，合理安排节奏，懂得在火旺之中找清凉，在人情复杂中守初心，那这一个月你依然有机会把困难变转机，把动荡变成长。好运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6月已至，是时候让自己静下心来，收一收火气，理一理思路，慢慢迎来属于你的转机时刻。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